哎，大家都知道抓周这个事儿，这是一个中国特有的文化，象征着家长对孩子未来的美好期许。外国人呢没见过，你说你没见过，你就别吱声。我大胖媳妇去参加别人孩子抓周宴去了，到那一顿汤大实话，基本上把人抓周宴给搅黄了。我姐就是她大姨子呗，孩子1岁办抓周宴，邀请我俩去，她就问我抓周是干啥呀？好不容易开一把 party， 抓啥不好抓周啊？怪素的，怪素的，手抓饼，手抓饭，手抓冒油的羊肉串，哪个不比抓周香？我说抓周就是一个礼仪，到那你就看着了，咱俩先选点礼物去，俺俩就选的水果、尿不湿啥的。结果到那之后，俺俩这点薄礼呢，就让人给碾压了。我姐有个好闺蜜，拎了2个陶罐头的瓶，里边放的是满2罐子奶，完事就嘚瑟说这玩意儿老珍贵了，新鲜的，一般人整不着，营养价值极高，因为它是驴奶。我大胖媳妇当时，你说有点钱给他嘚瑟的，还驴奶，然后就找我姐唠嗑去了。大意思，你说谁买的这个礼物？我认为买的非常不妥。你说这个驴奶哈，要真像他说的这么稀有，这么珍贵，你说这给孩子整的多两难呢？他要是喝驴奶不喝你奶，显着你不如驴；那他要是喝你奶不喝驴奶，钱白花了，驴白挤了，黔驴技穷了。然后抓周就开始了嘛，摆一圈，所有东西都带有寓意的。他完全看不懂这些寓意。我大胖媳妇就问我，哎，你不是说抓周象征着父母对孩子无比高的期待吗？但我从这些物件上来看，还行，挺佛的。别的你看我看不懂啊，这秤是卖菜的，钥匙是开锁，哎，这还有个手牌，上面还有数字，我猜是搓澡的，对不对？就所有东西的寓意他全猜错了。然后孩子就抱出来抓周来了嘛，那孩子上来就奔那个鼓去了，但是孩子的奶奶呢，明显不想让孩子玩乐器，他想让孩子抓那个葫芦，将来好当医生。然后孩子奶奶趁大伙刚开始很乱，大伙不注意，啪一下把这鼓就藏起来了，放自己屁股底下了。然后说所以说现在开始。然后这孩子呢也是音乐人的魂，眼神又落在了吉他上，还没等抓呢，他奶嗖家一下又放屁股底下。我大胖媳妇看着，啪一下打我腿上。哎呀妈，你说这俩人直播间拼手速呢，孩子盯上哪个乐器，哪个就上链接，他奶立马秒杀。然后他奶说来，所以现在正式开始。我刚要去拽我大胖媳妇，我说你就当你没看着，人家的嘴那个快。啥？现在开始？你孙子都抓完了，抓的鼓。孩子奶说是什么鼓？没有鼓，哪有鼓？我老公说我都看见了，你屁股底下都快组乐队了，屁股底下塞红鼓，打一民歌红河鼓。你告诉老太太别塞了，再塞一会放屁的出和弦。然后最后孩子在引导下指了一下那个 No.1 的奖牌，然后他奶说这个行，所以抓这个。我老公说到底你抓还是孩子抓呀？再说为什么抓这个手牌就行，为什么打鼓不行，搓澡就行呢？这俩行业干急眼的时候不都一顿拍吗？很共通。这局都散了，自己还在那叭叭呢。你说到底是孩子抓周还是他抓周？你要是给人人生都定好了，就别让人抓了，抓嘛，对。当时我姐过来说你让他走吧，我以后都不生了，你可别让他来了。咱俩现在重新去弥补。现在咱跟我姐说一声，姐，我带着罪人来给你赔罪来了啊！而且我俩今天带着礼物来的。孩子1岁啥最重要呢？我们都知道营养最重要。希望这款鸡尾罐新活装真护补上我俩满满的祝福。哎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跟鸡尾罐以前有合作，我对这个品牌是有所了解的，有20年中国宝宝营养研究的积累。配方里含有关键营养，你寻啥呢？姐，我们带的这款真护添加了超级3代 OPL， 促进关键营养素的吸收。哎，你看它是1粒1%专属牧场奶源的份上，新鲜生牛乳一次就成粉了，你就原谅它吧。一会儿你跟姐说啊，超级吸收力、超级保护力、超级认知力，祝宝宝茁壮成长。你说我来了，大姨姐。小姨子，我来了。给你们，我姐说你不用去了，我回去吧，她都不想见你，这瞅你长得像个洋人。她说反正有明星。哎呀，昨天我一回家，气氛这个凝重。我老公和翟奥达正和我婆婆分家产，家产为何难分割？原因就是自行车。最近呢，我婆婆这不是要把房子卖给我俩小姑子吗？然后呢，就涉及到了这个房子里边这些家产的分割问题。分的这个细呀，首先要分的就是我大胖媳妇留下的自行车。我婆婆呢要给我小姑子，我大胖媳妇不同意。这个自行车说起来其实是个很悲伤的故事。你们可能有些人知道，大胖媳妇小的时候挺可怜的，爸爸不是亲爸，他妈带着她嫁过去的。然后她这俩妹妹呢是他妈和后爸的孩子，她这个后爸对她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后爷爷后奶奶呢不接受。过圣诞节的时候，老头老太太让俩孙女去她家里，不让我老公去。然后呢还给俩孙女一人买了一台自行车，没有大胖媳妇。你别看大胖媳妇平时是个老实人，老实人生气了最倔，给气完了。从那以后，天天自己拼命打工攒钱，就要买个好自行车给他奶看看，气他卧薪尝胆了，属于是。但是这好自行车太贵了，贵到没法全款拿下，只能组装。然后他当时赚的钱每个月就够买1个零件，好巧不巧就差1个后胎了，他奶病危了。哎呀，当时给他急的呀，就又想保大又想保胎，他可真是生怕他奶没呀。那个自行车装的那才叫跟生命赛跑，最后还是没赶上，车胎还没到呢，他奶走了，给大胖媳妇哭的呀。哎呀奶，我车胎还没发货呢，你咋就被签收了呢？他跟我回忆说，我当时听到那个消息，我就是觉得咽不下这口气儿。我说你奶咽下去了就行。所以呀，这个奶奶生前没有看到她的新自行车，但是大胖媳妇不甘心，3天后的葬礼骑着新自行车去。这老太太生前呢，就据说人缘一般，所以在那地方吧，大伙都是有点假哭，就她哭的，哎呦我的妈，老敬业了。奶呀，你回头再看一眼我的车。就
哭得太敬业了，别人以为他是雇来的。最后他奶这个事儿办完了，大伙儿都准备回家。我大胖媳妇这不骑车去的吗？就感觉这个陈元也了了，他应该也是看着一眼，所以回家的时候也不骑车了。别人都开车回去，他推个自行车挨个车问。我车放你后备箱呗。不知道的外人离远看，以为他是零元代驾，零元代驾。所以现在这事儿呢，我大胖媳妇就跟贾耀达说，爸这个车就是给你的，你告诉爸是不是不应该放手？结果贾耀达一听就听出问题，一语道破。爸呀，你分自行车不是因为要分房子吗？他爸说对呀。贾耀达说那房子有你的没？他爸说没有啊，咱现在讨论的是自行车，没讨论房子。贾耀达说房子你都没有了，还要啥自行车呀？要啥自行车啊？到现在他也没同意给，因为这自行车他骑了10年，把奶奶骑走了之后，又骑走了爷爷，生命之轮吧属于。现在呢要传世，我发现他确实有这个习惯，就是他可以攒钱攒很长时间，然后买一个他觉得特别好的东西，然后就往死用，恨不得用一辈子。比如大胖媳妇给俺家俩小孩买了这个 Stoke 成长椅，我本来觉得超预算了，但是我也没批评他，因为也超预期。这椅子调节不同档位，可以从孩子出生一直用到成年，搭配不同配件还具备不同功能。这个设计布满了巧思，所以这个椅子承载着我家的家庭故事，属于收藏级家具，可以传承下去。贾耀达用完拿铁用，拿铁用完贾耀达用，老大用完老二用，可以再来一个小三，老三。外国老人到底咋养老呢？跟你们举个我家的例子吧。我的公公婆婆要卖房子了，买主是我的2个小姑子，我 HR 这个房子本来的法定继承人，所以我就有个疑问，我俩小姑子为啥要买呢？那将来正常不也得给你们吗？但其实不然，有很多外国老人是不留房产给儿女的。情感上我儿女我心疼，遗产上非必要不继承。比如说老两口这套房子值200万，现在老头老太太退休了，想疯狂享受生活，但是往往情况是心是准备造反了，造反的钱忘攒了，所以他们就会把自己房子提前卖。比如说这房子不估价200万吗？我卖给中介150，我先花着，等我走那天你们再来收房子。然后这中间这50万的差价呢，就暂且按照我还能活10年来估算，没活够呢你退，活多了呢我补。阳寿和预寿此消彼长。我有时候就想哈，难怪我公公婆婆不养生。你说你如果按照能活到80折算的价都花了，万一天天泡脚，一出溜长寿了还得补钱，那真叫一个活不起呀。我奶奶说，你看你婆婆大冬天的穿个凉拖喝冰水，那到老了那都是作死。我说人家是在理财，在理财。当然了，可能有人会说，人家国外很多中产也会给孩子留什么什么什么，那你说就是你对。我公公婆婆不是中产，反正据我的了解，他们这个阶层会以各种成熟稳妥的方式，坚决的保证了自己走的时候片甲不留，人亡之前先家破，人去之后必劳空，就是这么一个思路。我大胖媳妇也是受这个观点影响很深远，所以她就不会说想培养孩子咋地，然后牺牲自己太多，给孩子上兴趣班尽可便宜的报，比如蹦蹦床。孩子喜欢滑冰，他说滑冰还得买刀。孩子想学骑马，他说骑马还得租马。我说俗话说得好，招兵买马，招兵买马才能培养出将军，你这兵马都不要啊。他说有兵马的不是勇吗？那最终也一样是被埋没，也不一定是将军。咋说呢，这玩意儿各有优缺点吧。像我婆婆我老公这种就可能太在乎自己开不开心，也有优点，就是孩子永远有个非常开心的爹，然后父母和孩子从小就不互相绑架，活得都很轻松。我呢不可能完全同意他爸妈的做法，但是我也不想像我爸妈这样这么累。反正我感觉就对孩子这玩意儿就尽量吧。你租马租不起可以租个驴，骑驴找马呗，人不都那么过吗？也不用因为要给孩子多少太为难自己。比如我每2周必须出去一次，给自己买好看的衣服，买贵的，但是给孩子买衣服我净买便宜的。谁让他比我好看？谁让他比我好看了？然后呢，每周必须出去喝顿酒，回家就逼加拿大技师给我做 SPA， 用这个法国让提斯面膜，让他救救我的熬夜暗黄脸。这芋泥质地特别舒服，享受一下。但是啊，有个事儿，你看是不是我多心了？他总说他自己是不可能出去做 SPA 的，但是这个拿锣在耳边敲这个事儿是从哪学的呢？妈，我爸。哎呦我的妈！妈被封口了，你等我15分钟之后揭下我伪善的芋泥面孔啊！妈脸咋样？哎呀妈呀，真亮啊！